2006年，由吴荣平、胡恩恩创作的电影《美满人生》上映。这部电影在某种意义上令人联想到12楼，运用了新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平实地讲述了一个普通的新加坡家庭在逆境中仍不放弃逐梦的故事。《美满人生》获得了7项国际电影奖。我们拍这部电影《美满人生 Singapore Dreaming》可能已经是挺多年了，到今天还是有人在谈这部电影，也是有人在用这部电影来反思，说来想说新加坡社会有什么变化。所以我觉得拍电影的好处是，当然拍电影是一种文化的记忆。很多年后，我也希望人家会看到 Singapore Dreaming 的电影，然后可以看哦，那个是以前搭的 bus， 然后这是以前他们用的手机是这样的，然后那个时代的人想的梦想是那样的，我们有什么改变？我觉得影像的一个 power 一个功能，就是能够让大家看到自己，也能够传承到下一代。新加坡 Dreaming 美满人生里面的很多故事情节，都是从我 in-depth interview 来的一些 data。吴荣平跟吴恩恩是一对在新加坡长大、纽约定居的夫妇。机缘巧合让他们走在一起，并且联手制作了电影《美满人生》。So we always like to say that actually in the film, every character in there is actually based on a real person, except for one, and that is we don't actually know anybody who has won the lottery. Okay, but other than that, every single character there is based on someone we know or whose story we have documented. Yeah. That's why I think the movie has continued to resonate, maybe so many years after, every year, no matter, even now, 17 years after it's made, every year it is shown somewhere in the world. So, I think it continues to be interesting because we deliberately went out to reflect real people. 写剧本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说，其实我们要拍小电影，就是不要太多 location， 不要太多演员，不过要有深度所以目标就是这样。不过一定要拍有 bus， 有交通工具，有手机，一定要拍这些，因为这些就是文化记忆。Singaporean family, I think anyone who watches the film will recognize either themselves or someone they know in the characters in the film. It's about husbands and wives, it's about brothers and sisters, girlfriends and boyfriends, fathers and sons, mothers and daughters. 吴荣平、胡恩恩对于成长环境的文化记忆，对新加坡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对平民角色栩栩如生的刻画，以及对剧本的反复琢磨，都融入了 Singapore Dreaming 美满人生。Singapore Dreaming 我们拍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们的希望是借过一个娱乐性挺高的电影，能够带入比较多层的意思。That's what you earned last month, you loser, loser, loser. 2000年代，像这样以平民生活为主题的电影，受到更多年轻导演的青睐与关注。他们以独特的视角、敏锐的眼光，发现生活点滴，在电影这条路上不断提升自己的作品。最近我的话不多，也不算寂寞。1997年，林雪燕与新加坡义安理工学院电影系毕业生合作，执导了电影处女作《轨道》。影片虽然有显得稚嫩的地方，但标志着学院派替电影工业界输送人才的开始，具有象征意义。我一直在写新加坡故事。那个时候我写了其实三个长篇剧本，也是因为学校的要求嘛，所以也是有写剧本。然后就最后就抽了一个叫《轨道》的剧本来新加坡拍电影。那么那个时候其实新加坡都不提倡艺术，所以那个年代其实都是提倡 engineering，
management 的东西，所以艺术放了一边，就觉得为什么不可以有自己的文化？为什么不可以有自己的艺术？很多国家都有他们自己的故事，新加坡也要有自己的故事。你是不是还在？我们曾手掌紧贴过去和未来，青春的手指扣着相知的情怀。你是不是还在？还是你早已放弃我们坚持过的？不知道什么是商业，只为了梦而去做。会战 RD，还有为有中加入我们的工作队伍。还有我们这一顿啊，什么？于是我请。有不然，由林雪燕她的处女作就是《轨道》这部作品呢，它的一个最大的意义就是呢，当时呢，新加坡义安理工学院电影系出来的一群电影工作者，他们合作指导的这个第一部电影。那么它的这个里程碑的一个意义，在于呢，它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的电影系能够开始替我们的这个电影工业界呢，然后输送我们的这个电影工作者。虽然这部电影本身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呢，但是它提醒了我们，就是说我们不要忽略了我们有这批电影系的毕业生，多给他们机会，那么他们能够渐渐的能够找到自己的路。2003年，由陈芷谦执导的电影《15》获得第16届新加坡国际电影节国际影评人联盟奖、亚洲电影节特别评委会奖，并成为了第一部被威尼斯电影节未来金狮奖提名的新加坡电影。陈子谦曾经师从邱金海，他的影片以表现少年成长的叛逆、困惑和烦恼为主，探索和洞察生活是他的主要特色。15是陈子谦的首部长片，以独特的视角展现了街头少年对生活的茫然和对融入社会的渴望。You know, it's not how much the film costs. It's more like what is the essence of the film. And really making a film, it's all about collaborative team effort to do it together and run and catch that wave and surf, right? 是啊，我是无路用，所以我才回来找你嘛。你找你来，其实我是好奇，你唔知死。方言也是陈子谦电影的一大亮点，以新加坡的7月歌台文化为主题的电影《881》，由邱金海制片，陈子谦导演。881谐音 papaya 木瓜，讲述了2个逐梦女孩立志成为歌台明星的故事。电影在服装造型方面十分考究，获得第44届金马奖最佳造型设计提名。方言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觉得可能是最后一代可以体验那个方言这一块，它也是一把快要消失掉的声音，快要消失掉的东西，我都会一直很努力的去把它捕捉下来。我觉得一旦有方言在里面，我觉得非常亲切，它不会让你感觉到说你好像在看一部彩排好的一部影片，好像你去咖啡店，在短短的1分钟里面，你可以听到方言、马来话，还有很多不一样的语言在里面。这就是新加坡的特色吧？感觉你一定要用方言来说，它才有那种味道出来，有那种归属感。如果方言消失了，它就是一整代人的集体回忆都不见了。不用怕，不用怕，榴莲是最好的。谢谢干爹。881上的时候，他唱的我们的歌都是福建歌，哇，那个时候轰动到整个很多年轻人说，我要去学新加坡最普遍的，但是很多年轻人不懂，但是我要学，因为这首歌真好听。我行走江湖歌台这么多年，从来没有碰过这么天龙八部、地我独行的场面。华语讲的这样烂，还要学人家唱歌台。要是你看881他的故事根本没有故事的，他的人物 development 也不存在的，那整个东西就是福建歌。一轰动那个福建歌，那个时候呢 ，it's really everything coming together。支持新政王今天。
我们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木瓜姐妹。我是觉得演员是一个再创造者，对，在这个部分，我每一次拿到剧本的时候，我都是心里面充满了感激的，因为很多时候编剧在写一个剧本的时候，他们都是，对我来说，这是他们的 heart， 所以我很珍惜每一次拍电影的机会，尤其是在新加坡，能够最后在片场开始拍的电影真的是不多的。作为开启新加坡当代本土电影先河的电影人，多年来邱金海步履不停，不断尝试导演新作品，进行着各种风格的电影创作和突破。2008年，邱金海推出了电影《魔幻父子》，这是邱金海角逐康城影展金棕榈奖的一部电影。花了10年时间酝酿，电影以底层人的真实生活为基调，讲述了一名酗酒而潦倒的魔术师与儿子重燃亲情的过程。片中主要台词对话以演员的母语淡米尔语进行，显得更加真实生动。It was amazing, and I remember my son, who was 10 years old, he was always playing on the piano, and he'll have these melodies that come out that are really, really good. He played this melody, and I was like, my goodness, this is going to be the theme song. So I recorded that song, got my friend to arrange it, and so I was walking up the red carpet, they play his song, and they were interviewing him as the youngest composer at Cannes, 10 years old. And at the time, I think my child actor, he was also very young, like maybe 11 or 12, Jatis, who's now like doing law. Cut. Thanks. You know, I think if you look at Singapore, right, it's almost like a metropolis. But beyond the sheen and all that, I think there are a lot of human stories to be told. And as I said, you know, for me, it's more about character. And I think if you have characters that you can feel for, and like I said with Me Pok Man, my first film, it was written by Damien Sin. And the characters that he had were the characters that were featured in a lot of the world in which he came from, you know, places that were dark and, you know, with the drugs. And then it's just me as the director to embellish it and to make something, you know, that can speak to the audience. 邱金海凭借《魔幻父子》成为首位入围康城影展竞赛单元的新加坡导演。此前，他的《12楼》也曾受邀在康城放映。随着新加坡电影制度的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年轻导演得到了支持和鼓励，从而以饱满的热情、全身心投入到本地电影的创作中。如他们的前辈邱金海当年一样，一张张新鲜年轻的面孔，带着他们对电影梦的追求，在各大国际影展上捷报频传。2010年，由巫俊峰导演的电影《沙城》在第63届康城影展影评人周单元首映。从18岁的男主角阿恩的视角出发，描述了他的家族史、祖父的去世、祖母的阿尔兹海默症、母亲的出轨、自己的初恋、青春期的躁动和喧嚣以外，还承载了历史、记忆与亲情，是一部富有哲思、发人深省的电影。Decided, okay, since I'm given such an opportunity to make the film, I will just make it for whatever budget was available to me. In the end, we shot the film in just 18 days. We made do with everything that was available to us. And of course, we got a lot of help from friends and family to make the film happen. I think there's a beauty in it. There's a beauty in independent filmmaking where there is something pure
and something rather idealistic about this form of filmmaking. Having to make a film for just, I think, 300,000 Singapore dollars, which at that time was supposed to be an average budget for an independent film, but it was still quite a stretch to be able to make it.《沙城》除了在康城影展首映，也入选了多伦多国际电影节、釜山国际电影节、温哥华国际电影节等诸多影展，被《华尔街日报》评为2010年亚洲最具代表性电影之一。2011年，巫俊峰获得新加坡杰出青年奖。同样是有限的预算，蔡余卫在2013年完成了他的爱情歌舞片《我的朋友，我的同学，我爱过的一切》，讲述了一般年轻人在新谣的道路上逐梦的故事。剧情融入了喜剧元素。除了喜剧，蔡余卫也一直在观察生活，寻求新的选材。刚才我在拜拜的那个庙其实是很旧的一个庙，里头有4间庙宇，其实有一个是海南的，一个是大伯公的，不同的神在里头。那为什么我在那里刚才拜拜的地方，是因为我故事桥段就是有个男主角他从甘榜卖了旧家之后搬到一个祖屋住，那么他就在这里的附近去求支签，希望他的女儿在外国能够平平安安。我一直在想，我有机会可以做一部戏，就是我是那些年龄的老人家去看，因为看全世界都这样，新加坡也不例外，人口老化。给我的孩子。OK， 好 ，OK。他的公司在那边。好的。我觉得拍戏就是在自我探讨，对不对？探讨一个男性化的女人遇见一个女性化的男人会引发什么趣事，是韩耀光2010年的电影《当海南遇上潮州》里的主轴。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靠友情来支撑，演员和制作组趁周末和周日的晚上拍摄完成。你是海南人？毕业之后呢，就一直不停的在周末的时候呢，就找志同道合的朋友，谁有空呢，就把他们抓来，就拍了很多短片。新加坡年轻的电影人不仅想方设法去创造拍摄电影的机会，也为自己的电影在区域的发展上寻求突破。2014年，第一部新加坡与中国联合制作的电影《再见巨人》登上新中两国的大荧幕。这部以篮球比赛为题材的青春励志电影，是演员郑斌辉的首部转型执导之作。《再见巨人》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讲述两国篮球少年在重点职业球员训练中的故事，体现了篮球少年永不言败的精神。新加坡电影是有很多不同种类的电影，当然喜剧是蛮多的，可是有很多其他的电影，很多很好的导演所拍的电影、写的剧本，或者是参赛的电影，他们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制作。他们看到什么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加坡导演也在不断的探索，拓展着新的表现方式。一般上只在电视上出现的纪录片，也以电影的形式被搬上荧幕。纪录片《我们唱着的歌》于2015年在新加坡国际电影节上映，讲述了1980年代本地原创民谣歌曲新谣如何从校园里萌芽，进而风靡主流乐坛的故事。我觉得我当时做一部关于80年代的纪录片呢，更加要唤起的是一种团结的一种精神吧，因为现在还是不断会有年轻人要唱歌的，还是不断有年轻人要表达自己。电影也是年轻的电影人表达自己的一种方式，他们也以各种类型的故事表达着自己。其实大家都在摸索，都还不是很成熟。怎么样去跟国外的喜剧啊或者电影呢媲美呢？其实是老实说是有一点难的。很多当时的所谓的正统的影评
也经常批评我们说，哎呀，新加坡电影很小众啊，这没有人看啊，或者说我们很低俗啦、通俗。其实我们觉得我们是通俗啦，但是人家讲我们低俗啦。可是怎么样取得广大观众的一个共鸣呢？其实就是说一些大家心里面想听的。2013年，王国生导演完成了他的低成本电影《世界末日》，虚构了一个人们以为就要世界末日，实际上虚惊一场的故事。电影基调轻松幽默，结局情理之内，意料之外。其实世界末日就是当初的一个失败的尝试，应该这样讲。对，那我只是想很纯粹的去说一个故事，可是后面你会发现说，哦，原来这个都是自己一个人的非常幼稚的念想。原来电影工作不只是导演一个人，电影是属于一个团队，然后团队底下还有包括出品商，还有包括后面的发行、宣传。Have you been here before? 新一代的导演不断推陈出新，常见刚过而立之年的新加坡导演，带着自己的电影作品在国际电影节亮相。无论艺术与商业，新一代的导演各自走在他们的电影道路上，从各种故事里寻找自己的电影梦想。随着新加坡电影业的日渐成熟，优秀作品层出不穷，呈现了蓬勃的生机与活力，去迎接一个更阔的未来。买5号开6号，买11号开12号，全部都差一个字。妈，弟弟真的很倒霉。那时候我还记得，我每天晚上都会做梦，然后就会梦到我小时候在我们家打工的菲律宾女佣。说这部戏可能就是要拿去参展，但是他也没有抱很大的希望。后来在拍《爸妈不在家》的时候，他终于把剧本寄给我，我看了之后，我就跟他说我很喜欢。我喜欢的是在平淡的生活里面有一些像魔法一样的事情发生。